大家好，我是小夏。我今天想要说的是关于买房到底要不要请经纪人，也就是 agent。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个人真的不是做这个的。之前呢，有一些不理智的网友会留言，包括发私信跟我说啊，你就是在招揽客户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就太狭隘了啊！难道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我这样善良的人吗？像我这样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人吗？Anyway， 咱们回到主题。我之前的视频里呢，没有过多涉及和买房经纪人打交道的事情，但我们其实用过非常多不同类型的经纪人，就是中国人、美国人都有。而且呢，我们的经历有好有坏，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总结几个我个人的建议。今天的视频呢，还是非常详细并且非常专业的，我自认为呢都属于干货，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到最后。中间如果有什么地方觉得我讲的不够清楚，欢迎给我留言提问。觉得我讲的好的呢，自然就欢迎您给我们点个赞、转发、关注我们的频道。首先呢，你要看你买房的州的具体规定，比如纽约是不要求买方一定要有经纪人的，可以是同一个经纪人代表买卖双方。那所以呢，可能就会有些人告诉你啊，在纽约买房你不要请经纪人，你就去看好了你就买，你就和卖方的经纪人直接谈。这里其实牵扯到一个经纪人提成的问题，因为买方的经纪人的提成呢，并不是买家出的，而是相当于从卖方的经纪人手里分出来的。那举个例子吧，一般市面上的提成比例呢是6%，但是这是在房子确定了成交价以后，卖家要多付成交价的6%给经纪人。那如果只有卖方有经纪人的话呢，这6%就都落到了同一个人的口袋里。但是如果买卖双方都有经纪人的话呢，那一般要从这6%里面分出来2%给买方经纪人，这样的话卖方的经纪人手里就只剩下4%了。但事实上，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啊，绝大多数的经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还是非常专业的，并不是说你作为买家，你有一个经纪人就一定会处于劣势。而且呢，每个经纪人的职业生涯里，他又不是说他只卖房子不买房子，肯定是什么样的客户都遇到过。那他们自己呢，也都代表过买方或者卖方，他不太会就是很在意这2%的经济提成。比如说，如果有2个人同时出价，一个有经纪人，一个没有，那有经纪人的买家呢，他出价哪怕只高了一点点，卖方的经纪人也不能够因此跟自己的客户说，哎，你选那个没有经纪人的吧，因为那样的话我拿的提成多，这个是肯定不会发生的啊，这样的话就太不专业了。所以说呢，只有房子非常抢手的时候，如果几个买家的出价都一样，付款条件啊等等也都差不多，那卖方经纪人才会优先推荐没有经纪人的买方。这样其实他处理起来呢，合同什么的也更快，因为他一个人能够买卖双方呢都直接联系到。这个其实是相对少见的情况啊，像在纽约只有很少数的地区，而且还得是在疫情之前的有一段经济很好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像有一些州，比如说 DC 啊、Virginia 呀，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有法律规定，要求买卖双方都必须要有经纪人的，不能一个经纪人代表2方。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如果你已经开始考虑买房了，就多联系一些朋友，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推荐认识的比较好的经纪人给你。听到这里呢，大家觉得我讲的怎么样呢？是不是很清楚、很详细呢？最近留言夸我口条好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谢谢大家的鼓励，希望大家多给我们点赞。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快点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吧。那后面呢，还有2点关于经纪人的好处，那大家一定要继续听完。那第2个请经纪人的好处呢，就会尤其体现在谈价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买方经纪人，他会给你一些比较诚恳的关于出价的建议，还有如何和对方经纪人沟通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技巧，比如如何能够判断对方的心理价位，综合大概这个市场的价格，以此决定帮你压价的时候的一些策略。
如果你和卖方共用一个经纪人呢，除非你自己的谈判技巧比较的厉害，心态呢也比较好，不然如果想谈价的话呢，肯定会有一定的难度。那你用脚趾头想想也能知道，卖方经纪人肯定是和房主本来就有一些交情，虽然他能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但是呢，很难为了你的利益去多争取。所以说，你的经纪人和你之间的信任和感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和某一个经纪人一起看了几次房子，你感觉不是特别聊得来，那你可以诚恳地告诉对方，然后呢，你再换一个经纪人。当然了，一般的市场准则是，如果你跟着某个经纪人去看了一套房子，你最后的时候想买的呢就是这一套，那你还是应该和带你看房的这个经纪人合作，而不能说人家带你看完房了，后续的事儿你找了另一个你更喜欢的经纪人，这样的话你之前的经纪人拿不到提成，这个就有点不太厚道。第3点就是经纪人一般都对某一片区域非常的熟悉，可能因为呢他自己就住在那一区，或者呢曾经在那一区工作生活，就有点像地头蛇那个意思吧，就是很 local。所以如果在你对某一个区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你可以多听一下经纪人的介绍，会比较快速的帮助你了解这个市场。而且呢，因为每一个经纪人其实都隶属于某一个中介公司，那公司肯定是买房卖房的生意都做啊，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些根基比较深的经纪人，在了解了你的需求以后，可以在某一些房子上市之前就提前通知你来看。那我们在之前学区房的视频里就说到过，我们看过的有些房源就属于 off-market listing， 就是卖家只是刚刚想要卖，而没有真正上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我们的经纪人带着去看过了。那主要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对于房型、价位、地理位置等等的要求都非常的明确。那以后有机会呢，我可以单独讲讲我们遇见过的好的和不好的经纪人打交道的一些事情。我今天主要是聊了就是请买房经纪人的3个好处和你主要的考虑点。1是你所在的州的法律规定，2是你对于谈价谈判的需求，3是经纪人能够帮助你快速的熟悉市场。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